Hello，大家好。今天呢，我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快速演示一下，Premiere 以及 Acronis 它们集成的一些情况。首先，所有的这些文档的话，可以通过屏幕里边的这个 URL 得到。那比如说我们现在介绍的 Acronis，它的所有的集成文档都可以通过这个超链接得到。同样的道理，我们线下滚动屏幕。我们会在这里面找到 P6 的一些相关的用户的一些集成的文档，包括 API 的手册，全在这里边。Unify 在这个位置，所有的这些技术资料都可以通过这一个统一的网址得到，所以这是第一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看一下，进到我们的 Acronis 里边。那在 Acronis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目前的话，能访问 Acronis 的项目，现在有这3个项目。那么我们现在如何通过Acronis 的 API 来访问得到这所有的项目的列表？那首先我们到这里边来，我们现在是一个 EA1 的这样的一个演示环境。我们在调用 API 之前，我们需要通过 OAuthentication 的一些认证。那这个认证呢，我们获得了这样的一个 token。那得到这个 token 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调用各种各样的这个API。那现在呢，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请求一下，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新的 token。那得到这个 token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列示出来我们所有的这个项目的清单。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这样的一个请求，那我们现在会得到一个 training and practice 那这样的一个项目。那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training and practice 这个项目名称。同样的道理，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P6 里边是怎么来实现的。那 P6 的道理也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我们要得到一个 P6 的 authentication 的一个 key。那首先得到一个 token。那得到这个 token 之后，我们再拿到这个 token， 我们要做一个 login。然后做完 login 之后，我们就可以调它的 API 了。那首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URL， 然后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base 流式的一个 token， 然后我们首先做一个请求。得到这个请求之后，我们拿到这样的一个 token， 根据这个 token， 那我们要做一个 login 的一个操作。那这个 login 的操作呢，它会用到我们刚才这样的一个 token。然后呢，我们现在是login is successful 了，我们现在把这个 response 给 clear 掉。然后呢，我们send一个login 的一个请求。那这时候它会告诉我说已经 login 了。那这时候我们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 logout send。告诉我 logout successful。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个 login。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为目的，然后告诉我们 login 成功。那 login 成功之后呢，它会记录到这样的一个 session。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project list 或者是 EPS name， 然后呢，我来访问后台的数据。那这里边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我先把我之前的请求给清理掉，然后做一个请求。那在这里边有一个 corporation program， 然后这个 OS name， 这个 object 的 ID。所以这里边的话，我们会得到所有的 P6 里面的 EPS 的一些节点。那这个 P6 里边的 EPS 节点呢，它是显示在这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 corporation 的所有的这个项目都会列示在这里边。所以这是我们 P6 的API 的调用。那同时我们还可以列出所有的项目名称在 P6 里面。比如说我们重新去 request 一下。所以这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我们所有的项目的名称啊，EPS 的name 啊，都可以在这里边显示在这里面，非常方便，然后速度也非常快。同样的道理，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接下来的P6 呢，还可以有一个PDS。那这个 PDS 呢，它可以让我们通过 Web Service 来直接访问后台的数据库。这样的话，对于这种大数据的分析，包括大数据量的这种数据提取是非常方便的。那它的道理也是一样，先获取一个 token， 然后根据这个 token 呢来访问所有的表名。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里边，把这个 response 给 clear 掉，然后我得到 token 之后呢，我们现在把所有的后台数据库的表名会得到，比如说它的一个table name，然后 table type。
然后有了这个数据库的表名之后呢，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得到了一个 project 这个表名，然后我能把这里边的信息作为 project 的信息传到我们的 get column，我们知道这个表里边有哪些列，然后知道有表有列的话，我们就可以来查询我所有的项目了。比如说到这里面来，那我们在这里边请求一下 sent。那所有的项目名称，比如说项目的短名称、项目的 ID，都会显示在里面。比如说 manufacture 00189，这是一个项目名称。那这个项目名称其实都可以显示在我们这里边的。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再具体的去校验它了。这是 PDS 来通过 Web Service 直接访问后台数据库。同样的道理，我们做 Unifier 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首先取得一个token。那这个 token 的话，得到这个 token 之后，我们再根据这个 token，那这个 token 的值相对比较简短一些。那根据这个 token 之后呢，我们可以访问所有的项目的名称。那所有的项目名称因为 Unifier 里边的话，它的项目就叫 shell， 所以这是一个术语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来访问后台Unifier 的项目名称。比如说 Unifier 项目名称的话，有一个叫 Opportunity Workbench， 它对应到我们是哪一个呢？就对应到我们 Unifier 是这个 Opportunity Workbench， 它的地点。所以这是我们在调用 API 的时候给大家做了一个演示，就是我们后台读到的数据和我们通过 UI 看到的数据是一致的。所以这是我们通过这个快速的一个 demo， 通过这种 Web Service 来访问后台的P6 Aconex Unifier 以及PDS 的全称是 Primavera Data Service， 它提供了一个直接通过 Web Service 访问后台数据库的大量数据提取的这样的一个业务场景的支持。好，那今天的介绍到此结束，谢谢各位。